有时候加太多反而会听起来很老，它要很减法的。减法。尤其是接下来这个以下有雷，还会复活，先不用痛感化。以下有雷哦，因为这个编曲。就完全可以想象你以前如果是比较重的唱法怎么走。对，但这次听起来声音很轻盈哎。哦，我觉得这次因为是跟 MIDI 在做这首歌的时候，还有 Sean， 就这两位都是比我年轻一点的音乐人。我在跟他们做这个曲的时候，我都会不自觉的用第三视角看我们3个人的相对位置，就是哇，真的是一个前辈。但是为什么我可以跟他们坐在这边做音乐？是因为我们对于世界观，或是对于音乐的未来，就是不是我的音乐，而是整个音乐的未来是有共同的目标的。我们都希望音乐可以时尚跟商业可以兼具，然后或者说不要只专注在所谓的文青的范围。我们都不觉得文青一定等于不赚钱。我们其实3个人都有这个共同的想法。雨下有泪，请斟酌观看。你不满，全力先找真爱。看剧的时候很怕被爆雷来的灵感还是什么？我觉得他是用这个作为前提，但最终是葛大是爆了一个雷，是说炎亚纶不会死掉。但我觉得音乐听起来是感觉有一种复仇感，还是复仇吗？我觉得有点诡谲感了。感觉你是要去什么？因为你会觉得前面有一种机器人感。但我们在想的是一种很快的走秀的未来感的一场秀，这样子。从未想过，冒充那位英雄。模型哦。这首歌，你觉得很难唱吗？还是怎么样？在里面就是有一个我非常有感触的一个句子，就是灶神的手这样子。那个手来自四面八方。当你在舞台的正中央 spotlight 打下来的时候，有一堆根本不是很认识你的人，他们伸出手帮你捏了一些皇冠或是披风，或者加了一点钻石，但那些东西在莫名其妙的状态下就被加上来。然后当事人，我现在讲的不一定是我，而是任何有舞台的人，他们都会有一点措手不及。所以，怎么帮我加了一个男神？我没有很想要。怎么帮我加了一个零负评？我也很没有想要，因为零负评很难，所以他的模型被捏完之后，有可能会很四不像，或是有可能加上去的东西跟这个主体根本毫无关联。那是别人对我的幻想加上来的，别人对我的期待加上来的，各种。那怎么办？你没有觉得 fake it to make it 这样？我觉得人设不能 fake it till make it，因为我是一个很清楚我想要走什么样的路的人，所以当这些东西加上来的时候，我其实是蛮无奈的。如果我自信，我美得要命。因为有一阵子像男神很流行，所以每一个男生都会被冠上男神，然后我也不例外这样。但我觉得哇，男神虽然听起来好听，但是我觉得我本来就是一个充满血淋淋跟血肉的感觉的人。如果我不是偶像团体出身，我应该会是比较偏向rapper 的那种形态的样子。因为我对于我自己的感情生活我很清楚，我是一个很喜欢轰轰烈烈爱情的人。那我当然也不会对于我的感情有多么的被神化这件事情感到开心，或者说因为是偶像团体，就势必是一个纯洁的或是相对干净的感情道路的人。但这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个很没有办法被理解跟我想不通的事情。因为我的感情观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去尝试。因为我看到很多失败的离婚的例子，都是因为他们太快决定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厮守一辈子，
然后或者甚至是还没有同居就结婚，哇，惨烈的不行哎。然后我就觉得说，世界上人真的多，然后现在文明科技又让你很容易交到朋友，你为什么不去多尝试？但可惜你这个价值观跟亚洲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不搭的。对，我比较活在真的是西方的感情的价值观里面。我可以 dating， 就是在我 dating 之前，我跟你暧昧，我觉得都可以，而且 open to 任何就是愿意接近我的人，让他们去有机会讲述他对我的感情，也才知道，有些人说的爱就是真的就是 for 肉体的爱，有些人就是真的愿意给你一个家庭，有些人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像一个朋友一样的相处，各种各样的，所以我才会觉得我很愿意给意见，但是我通常只要人家吵架，或者说在很痛苦的爱情当中说怎么办，我怎么让对方回心转意的这一种问题的时候，我都会说不要直接分手。我会觉得为什么会有这首歌，是因为我跟葛大说，我那时候在不管是10大杰出青年，或者是说男神这一些很快速把我堆到比101还要高的位置的时候，而且是用短时间内，我是很害怕的。而且我甚至没有时间停下来跟大家解释。审查人员跟我来来回回了好几次的会议当中，我提交给他们的东西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我平常做的事情让他们认可的地方是什么？但是事实上，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实在没有余裕去分享这件事情，然后以至于当一有空隙，一个键进来的时候，哇，那整个东西都崩解了。所以你这首歌它听起来前面才是比较 pure 的感觉，最后面它那个和弦很复杂，就感觉清楚把这个模型捏烂，对，毁灭的感觉。我觉得以现在的环境，网络环境来看，有太多例子大家可以去参考了。每一个人的偶像应该都多多少少经过一些小翻车啦，或人设崩落的状态啊，对。然后我觉得那些和弦真的就如同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偶像崩落的那种感觉。我以为这样活叫爱恨分明。然后接下来这个歌叫做《我不想讨厌你》。对，这也一组的吗？一组。我觉得这个有一点葛大在帮我跟随我经历视线的粉丝朋友们内心的一个呐喊吧。他们好像有一阵子必须要跟着舆论去检讨我，或者说甚至是把我从他们的名单上移除的感觉。但葛大是希望这一首歌能够多少给支持者们一个喘息的力道跟平台，至少让他们的脚能够站住。多想被羡慕，多爱被嫉妒，浓妆艳抹遮掩我的真面目。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但我专辑里面前3首觉得喜欢的，谢谢。我觉得这首歌是不是特别难唱啊？超级难欸！如果用我以前的 falsetto 加混音的话，会很尖锐。它的挑战在于如何很气音的唱假音，然后还要混一点真音，那个搞死我了。真的，这首歌是录最多次的，然后花最多时间的。因为它的音很高，然后你又要听起来很轻的。我其实还没有到100% 满意，然后我相信珊妮老师也觉得，他目前只是在他可接受的范围里面。我都一直跟他说，这首还可以再录吗？然后他说没关系，就这样。可是我觉得我好像理解珊妮老师觉得 OK 的原因是什么？你说说看。我觉得好像也不全然是技巧要再好一点。我觉得我喜欢这首歌，可能是因为这首歌它真的情感听起来很诚恳我就觉得哇，有被你这个掏出来的真面目感动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我好奇他这个歌词是不是也有什么样的设计？他好像本来是我也会讨厌你，到最后变成我不想讨厌你。我也会讨厌你是我自己在讲。就是我是一个很容易换位思考的人，所以我现在在跟着不管在整个房间里面的每一个人，我都在想他们在想什么。我很容易带入。对，所以我也会讨厌你是，如果我是一个旁观者，我好像也会跟着整个世界讨厌你的感觉。是我在承认这件事情，然后我在跟所有的听众告白这件事情。那我不想讨厌你，是最后我很诚恳的说，可不可以理解我？然后可不可以了解这过程我的立场？虽然可能有点强人所难，理解，它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